你知道《生化危机》系列中销量最高的是哪一款作品吗？这款系列销量最高的游戏，延续了一切故事开端的洋馆事件10年后为背景，并将探索地区搬到了人类发源地的非洲。面对如此狂野的地区，饶是克里斯也已经拼的不是身体素质，而是一场八字的比拼，拼的就是比谁的命更硬。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系列销量之最的《生化危机5》。在《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故事结束后不久，克里斯和吉尔收到了 BSAA 总部一个重要的情报，那就是早已被瓦解的保护伞公司创始人之一斯宾塞正在一座古堡之中。跟着线索，他们深入了古堡的内部，可此时的斯宾塞已经被杀害，杀死他的正是克里斯一直在寻找的宿敌威斯克。威斯克曾在1代的洋馆事件中背叛了克里斯所在的特别战术小队，原本应该在洋馆中丧生的威斯克，通过某种病毒重生，并获得了超越常人的力量。而克里斯前来调查古堡的原因，也正是为了寻找这个背叛他的威斯克。来不及细想为什么他会杀掉斯宾塞这个保护伞的创始人，二人立马扣动手中的扳机。但此时的威斯克已经不是人类所能抗衡，他轻松地躲避了所有向自己射来的子弹。克里斯和吉尔只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在克里斯即将遭受生命危险的时候，吉尔不顾自身的安危，强行带着威斯克跌入了悬崖。而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克里斯却什么也做不了。这件事情过后 ，BSAA 总部对其进行了搜救，可吉尔和威斯克的尸体都没有被找到，最终他们只能默认了吉尔的死亡。几年后，克里斯前往非洲执行任务，原因是在保护伞公司瓦解后，生物兵器流进了黑市，并被许多有心之人加以利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利用生物武器攻击平民的事件，这也意味着新的生化危机即将拉开帷幕。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浣熊市那样的悲剧，作为反生物武器组织 BSAA 的其中一员，克里斯前往非洲的目的就是为了逮捕当地的生物武器商人埃尔文。在克里斯到达一座小镇后，前来接应他的是 BSAA 成员谢娃。身为本地人的谢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克里斯的搭档和向导。而根据之前的情报，总部的 A 小队已经准备先一步前去执行抓捕生物武器商人埃尔文的行动。随即克里斯和谢娃开始熟悉起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小镇上安保措施严格，百姓们安居乐业。充满活力的青年为了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了共同锻炼身体。在当地居民的注视下，二人与总部的线人碰头，线人为他们提供了武器，并告知他们生物武器商人埃尔文即将在广场进行交易。但临走前，线人却神秘兮兮地询问起了可以改变世界平衡的响尾蛇计划。但在克里斯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个谣传而已。线人却对这件事情非常的认真，看来得需要尽快找到那个黑市商人埃尔文。就在他们前往广场的路上，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两个本地人将一种疑似火龙果的生物强行塞进了受害者的嘴里，顿时受害者就像吃到了人间美味一样，表情逐渐狰狞到流血，并且立马向着克里斯冲了上去。在解决掉热情的受害者以后，克里斯发现似乎是某种新型的生化病毒，心中越发不安的他当即与谢娃快速向着广场赶去。果不其然，一路上都是发狂的居民，与在浣熊市的丧尸不同，他们的手里都拿着各自的武器。就在他们来到广场以后，赫然发现之前与他们碰头的线人已经被这些发狂的居民控制，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之处死。而居民们也很快发现了克里斯二人，在大量居民的围攻下，二人只能疲于奔命。好在总部派遣的直升机为他们提供了火力支援，炸开了离开这里的铁门。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金发的女人，本想施以援手，但这个女人已经感染了病毒。无奈之下，克里斯只能帮她结束了痛苦。当他们来到黑市商人埃尔文的交易现场后，却发现先一步到达的 A 小队已经全军覆没，只剩下了奄奄一息的队长。他们收到的交易生化兵器的线索，竟然是对方设下的一个陷阱。队长临死前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了克里斯，让他将资料传回总部。就在他们前往附近的仓库传回资料的途中，一只巨大的变异体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可怕的是，枪械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这个变异体也是 A 小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好在克里斯急中生智，利用焚化炉将怪物烧成了灰烬。随后二人来到仓库，将数据传回了 BSAA 总部，并提到了这里发狂的居民似乎很像4代中西班牙村民所感染的普拉卡寄生虫。如今也只有想尽一切办法逮捕那个黑市商人埃尔文，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随后总部告知了他们，埃尔文正在往附近的矿山逃去，并且会派遣 D 小队前去协助克里斯。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本想再次提供火力支援的直升机遭到了大量飞行生物兵器的袭击，这导致了直升机坠毁。二人立马赶到了坠毁现场，没料到竟然遭遇了恶灵骑士。猝不及防下，克里斯和谢娃被这些恶灵骑士包围。好在第一小队成员及时赶到，迅速的帮他们化解了这场危机。安全之后，他们见到了小队队长乔许。乔许也曾教导过谢娃，他将从硬盘里得到的资料交给了克里斯。在将资料读取后，克里斯竟然发现了早已被总部判定为死亡的吉尔，这也说明了吉尔很有可能还活着。克里斯心中更加坚定了抓住黑市商人埃尔文的想法。二人当即穿过矿洞的深处，来到了矿山的控制室内。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埃尔文。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一个身着长袍的神秘人破窗而入，迅速的将埃尔文救走。紧接着他们在控制室内的文档中找到了埃尔文下一步的去向，正是位于附近沼泽地的油田。在 D 小队一名司机的建议下，他们坐上了吉普车，沿路击退了大量的恶灵骑士。但很快他们便发现了大量 D 小队成员的尸体。见此情况，司机连忙下车查看，但杀死
低小队成员的巨型怪物也随之出现。面对这种庞然大物，二人只能登上吉普车，利用上面的重机枪疯狂扫射怪物。而这头怪物同样也是被类似普拉卡的寄生虫控制，跟4代中里昂所遭遇的如出一辙。再结合之前村民的模样，也已经确认了这是一种新型的普拉卡寄生虫所导致的。在勉强杀掉怪物以后，克里斯深知如今的情况已经不是他们所能解决，所以他让谢娃先行撤退，他自己则准备独自前去寻找吉尔。但谢娃现在可是已经和克里斯有了过命的交情，他自然也执意跟着克里斯一起行动。二人坐上快艇，一路向着油田赶去。在路上，谢娃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父母因为保护伞公司的生化兵器实验被害，为了替父母讨回公道，并打击生化武器的制造，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 BSAA。平静的时光很快便结束，通往油田的沼泽地区，当地的土著也被寄生虫感染，变得极度疯狂。在经过了艰难的战斗过后，二人终于来到了油田，并在油田的仓库内发现了低小队队长乔许。他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不幸被抓，才沦落到了这里。还没来得及多做解释，大量被新型普拉卡寄生的人冲了出来，他们只能边战边退，并在码头见到了准备逃走的艾尔文和神秘人。终究还是晚了一步，艾尔文启动了油田的自毁程序，驾驶油轮离开了这里。好在乔许找到了另一艘快艇，三人赶在爆炸之前脱离了危险。很快他们追上了艾尔文，并登上了油轮。艾尔文见自己无路可退，于是他将神秘人交给他的普拉卡寄生虫注射进了自己的体内，在跃进水中后，很快就变异成了一只巨大的怪物，甚至长出了数只可怕的触手。可就算是这样，他也赢不了战斗经验丰富的克里斯。克里斯很快便找准了他的本体，在不断的攻击下，艾尔文从怪物的体内脱离出来。见他还有一口气在，克里斯连忙询问他们的阴谋。艾尔文只是提到了一个能够改变世界格局的响尾蛇计划，这个计划的真相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可怕。而想要知道响尾蛇计划的真相，就需要去往前方的洞窟中寻找答案。无奈之下，三人来到了洞窟之中。乔许决定先一步回去请求总部的支援。在和乔许分别后，克里斯和谢娃继续向着洞窟深处前进。很快，他们便发现了一座古老的遗迹废墟，这里充斥着大量的机关和陷阱，以及当地土著的埋伏。在解开了这里的一道道谜题，穿过各种宏伟的建筑群后，他们终于来到了遗迹的最深处，发现了其中所隐藏的秘密。只见巨大的祭坛之上种满了名为太阳花的植物，也可以称之为太阳阶梯。这种太阳花能够用于制作始祖病毒，而始祖病毒正是衍生出大部分病毒的起源，像 T 病毒和深渊病毒都是在始祖病毒的基础上所开发的。克里斯还发现了保护伞公司遗留的标志，甚至还有在后面到来的三联公司。这个三联公司也是 BSAA 的赞助商，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研究太阳花。而三联公司则在保护伞瓦解后，继续开始研究起了这种植物。顺着一旁的通道，他们来到了一所实验设施中，这里装满了储存人类身体的容器。这些人都是被三联公司抓走，用来进行生物实验的受害者。见到这一幕，克里斯当即使用控制台查询到了吉尔所在的容器，并将之调了出来。可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容器里并没有吉尔的身影。这时，三联公司的非洲分部代表艾克谢拉出现在了屏幕之上，并警告他们不要再继续调查下去。克里斯见这个女人肯定知道什么秘密，于是立马决定将艾克谢拉捉拿归案。途中，克里斯通过无线电意外得知，威斯克竟然也在这里。想必所谓的响尾蛇计划以及三联公司的所作所为都和他脱不了干系。艾克谢拉见克里斯对自己穷追不舍，于是便让他们见识了一下什么是响尾蛇计划。原来这个所谓的计划正是通过这种响尾蛇病毒制造出一批具有强大适应能力的变异者，而这种响尾蛇病毒也正是根据始祖病毒进行基因改造和演化而来。在人类感染这种病毒后，如果能够成功适应，就会保留意识并获得力量，反之就会成为丧失意识的怪物。至于三联公司的野心，也不仅仅局限于将这种病毒卖给他人。随后克里斯用火箭筒解决了这头怪物。结合之前的种种原因，看来正是威斯克和三联公司打造了响尾蛇计划，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将病毒感染全人类，从而筛选出其中的弱者，并创建一个更加强大的种族。一旦让他们得逞，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克里斯和谢娃再次动身，成功的追上了艾克谢拉。这时那个长袍神秘人再次出现，试图偷袭二人。克里斯反应迅速，在搏斗中打掉了神秘人的面具。就在此时，一直身在暗处的威斯克现身了，他没有多做隐瞒，直接拉开了神秘人的兜帽。而这个神秘人竟然正是克里斯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吉尔，但吉尔已经感染了响尾蛇病毒，并被威斯克控制。他不由分说便再次大打出手。克里斯不愿伤害同伴，二人也只能被打得狼狈不堪。威斯克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情理会他们，口中说着还有其他事要忙，于是便留下了吉尔独自一人离开了这里。随后吉尔则暴露了胸口的某种装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那个东西拆下来。克里斯没有废话，直接上前就开始硬拽控制吉尔的仪器。在经过了多次的尝试过后，仪器被成功取下，吉尔也缓慢地恢复了意识。在向二人道歉后，吉尔让他们赶紧去追威斯克，因为他离开的目的正是为了将响尾蛇病毒散播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只有克里斯能够阻止他了。告别吉尔以后，他们发现了一艘巨型货轮，威斯克也正和艾克谢拉登上了货轮。很快，克里斯二人潜入了船上，一路来到了船舱的内部，并在这里发现了试图隐瞒什么的艾克谢拉。可惜的是，他们的手下留情，导致艾克谢拉逃走。但谢娃也发现了一种名为 PG67的药物，似乎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东西。而这一切都被威斯克看在了眼里，并在接下来揭露了他为什么会杀死保护伞创始人之一的斯宾塞。在当初威斯克先一步赶到古堡后，斯宾塞说出了关于威斯克身世的真相。
相。原来斯宾塞意图通过始祖病毒让人类实现进化，于是他挑选了数百名高智商父母所生的孩子作为实验对象。一旦成功，这些孩子将会辅佐斯宾塞成为神。可在注射了实验病毒后，只剩下了少部分生还者，而斯宾塞自己也因为保护伞的瓦解导致计划被终止。如今就算是成为了神，斯宾塞也无法抗衡岁月的侵蚀。作为当初的实验对象，威斯克心中有着斯宾塞灌输的价值观，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只有真正拥有力量之人才能成为神，所以威斯克延续了斯宾塞的理念，才打造了意图进化全人类的响尾蛇计划。回到克里斯这边，他和谢娃来到了尸体堆积成山的甲板之上，并发现了艾克谢拉。此时的艾克谢拉已经被威斯克注射了病毒，在他不甘的眼神下，逐渐吸收周围的尸体，变异成了一只巨大的怪物。在逃无可逃的情况下，克里斯只能拿起手里的火箭筒，不断地向着巨型怪物射击。最终怪物倒在了众生平等火箭筒的炮火之下。而在轮船的控制室中，克里斯得知了威斯克打算如何将响尾蛇病毒散播到全世界，那便是利用轰炸机装载携带响尾蛇病毒的导弹，只要轰炸机到达对流层就会发射，随着导弹飞散的病毒便会随风飘散到世界各地，届时全世界的人类都会集体飞升，威斯克就能成为超级人类的主宰。就在克里斯发愁之际，吉尔通过电话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之前他们偶然得到的一种名为 PG67 的药物，正是威斯克用来稳定体内病毒的必需品，可一旦过度的注射，效果就会像毒药一样。得知了这个重要的消息，二人再次向着轰炸机的所在赶去，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威斯克，可他们依旧无法奈何行动敏捷的威斯克，于是克里斯决定赌上一把，他一把抱住了威斯克。谢娃趁这个机会把药物注射进了其体内，威斯克眼见情况不妙，强忍药物带来的痛苦逃进了轰炸机内，并将之启动。克里斯二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在轰炸机起飞的前一刻成功的爬了上去，来到内部，双方再次大打出手。眼见威斯克状况逐渐好转，谢娃急中生智，一把拉开了舱门，在巨大的高速气流下，轰炸机迫降在了满是岩浆的火山口之中。侥幸生还的二人成功的从飞机内逃了出来，而威斯克也已经被逼到了暴走的地步。他毫不犹豫的吸收了大量响尾蛇病毒，进化出了由触须和钢铁组成的触手，并开始疯狂的挥舞。可他也因此失去了原本的速度。克里斯也不慌不忙的掏出了火箭筒，最终威斯克被打败了，并跌入了岩浆之中。恰好此时吉尔和乔许驾驶直升机赶到，二人成功登上直升机逃出升天。但不甘的威斯克发出了最后的怒吼，他用触手死死的拉住了直升机。见这个大势已去的神还在做无谓的抵抗，于是克里斯和谢娃双双掏出了火箭筒，并扣动了扳机。随着导弹命中目标，威斯克也彻底沉入了岩浆之中。他们也终于完成了守护世界的任务。克里斯看着眼前吉尔和谢娃对自己展露的笑容，或许这才是他如此拼命的去守护这个世界的价值吧。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